炮弹装药越多，杀伤力就越强嘛。如果在炮管长度、发射药种类、炮弹外形相同的情况下，增加152毫米榴弹炮的装药，威力能否赶上155毫米榴弹炮？对于榴弹炮而言，威力、精准度和机动性是基本要求，只是某一方面的性能过于突出，就会对其他性能造成一定的影响。如果扩大口径以增加威力，机动会受到影响。就武器的效用而言，威力才是核心。如果想要提升威力，又不影响精准度与体积，那办法只有一个，增加装药。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对于弹药而言，装药是否越多越好？现代的大多数武器都是利用常规化学装药发挥威力，只有那些平常什么都不做的战略级武器才会使用核装药。从爆炸性质来看，常规化学装药大致可分为3种：火药、猛性炸药以及起爆药。猛性炸药和火药的区别主要是释放能量的速率。一般情况下，猛性炸药用于炮弹战斗部，而火药则是炮弹的发射药。起爆药可以看作点火药，敏感度较高，稍微受到刺激就会燃烧和爆炸。就常规枪炮而言，一般都是击针撞击药筒底部，从而刺激点火药，并点燃发射药，最后推动子弹发射。就危险性来看，点药第一，所以想要增加装药量，点火药就可以直接忽略了。这种东西太暴躁了，分量多不是好事，容易炸膛。增加战斗部装药与发射药才是重点。对于火炮的发射药，各国就只有一个要求，尽可能的在一瞬间同时燃烧，产生足够多的推力，推动炮弹加速。只是随着炮弹口径的增加，发射药也越来越多。原本适用于小口径枪炮的底火没办法一次点燃发射药，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加量。基本工作原理不变，只增加了一个过程，在底火的位置加装火药，点火药激发时，底火中的火药对其进行2次升温，火药燃气温度更高，可以更好的点燃炮火的发射药。榴弹炮炮管设计目标就是利用有限的火药，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延长炮丸在炮管中被火药燃烧推动做功的时间，从而使炮弹在出膛的瞬间获得最大初速度。而发射装药越多，炮弹的出速越快，威力也就越大。在发射药方面，152毫米榴弹炮通过增加装药，威力的确赶上了155毫米榴弹炮。那么榴弹炮该如何增加发射药？在口径那期视频里，火力军已经聊过，炮弹的威力射程主要取决于炮弹出膛时的动能，也就是初速度，而解决炮弹初速的就是膛压。发射药气体做功，将炮弹推出炮膛，同时在炮膛内会产生巨大的压力，这个就是膛压。理论上来说，发射药越多，膛压越大，初速也就越大。这一点在分装炮弹上极为明显。为了减轻重量，方便搬运装填，口径较大的火炮很多都采用分装弹药，先装弹丸，再装药筒或药包。目前北约国家装备的155毫米榴弹炮，激发模式主要分为2种，一是点火药、发射药包分装，比如 M109A6， 另一种就是模块化装药，比如德国的 PZH2000。战列舰时代的大口径舰炮也会采用分装方式，比如伊阿华级406毫米舰炮、大和号的460毫米舰炮等。除了减轻重量，分装弹药的优势还包括可以利用加大装药量来提高射程，或是减小射程。相比之下，定装弹药的最大射程就是最大射程角达45度，无法再进一步提升。关于炮弹定装、分装以及模块化装药的区别，我们后面再聊。对于火炮而言，无论是使用药包还是使用装药模块，都可以调整初速并扩大威力。至于发射药点燃时间的问题，这一点早就解决了，单颗火药药粒一眨眼的时间就会燃尽。但是炮弹中的火炮颗粒距离点火的位置不同，火药燃气到从膛底到达弹底有一定的时间差，发射药越多，时间差越大。对于燃烧时间以毫秒计算的火药来说，虽然差值很小，但还是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情况好一点的，只会造成炮弹出膛速度有所下降；情况坏一点的话，就会出现炮弹推力不够，无法出膛。这也就是所谓的流膛弹。最严重的情况就是炸膛，由于推力严重不足，无法当炮弹嵌入膛线，后部药室内产生的火药燃气无法释放，从而炸膛。
为了避免以上这些情况，研究人员为炮弹配备一根中心点火管，只需要一簇火焰，所有火药都能同时激发。这是如何实现的？中心点火管就是将一根可点燃的管子插在发射药的内部，从而将底部产生的火药燃气传递到火炮药室的上、中、下3个位置，尽可能的让所有的发射药在同一时间被点燃。发射药增多，只需要加长中心点火管就可以了。至于模块化装药，压根儿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在设计生产之初，模块化装药就已经考虑到把火炮药室内需要装填的所有部件揉在一起，我们可以没有任何顾虑的将模块化装药塞到火炮药室里。只是发射药虽好，但也不能贪杯。理论上来说，发射药越多，炮弹威力越大。通过增加装药，152毫米榴弹炮赶上了155毫米榴弹炮的威力，难度并不大。只是就实际情况来看，发射药也不是越多越好，膛压是有限制的。炮弹的动能主要来自发射药燃烧释放的化学能，通过增加发射药的剂量，的确可以增加膛压，提高炮弹出膛速度，并增加射程。但是增加发射药的威力，也就意味着后坐力膛压更大，对炮管的压力也就越大。当发射药剂量超过一定限度时，不仅会降低炮管的寿命，可能还会导致火炮体积超标。至于通过增加战斗部装药来提升爆炸威力，火力军只能说想想就好。对于火炮而言，爆炸威力更大的战斗部，并不意味着炮弹的杀伤力越强。目前的炮弹都是通过内装的炸药爆炸，并释放炮弹破片实现毁伤，也就是造成爆轰冲击波杀伤、破片杀伤以及爆炸火焰杀伤。不过最后一项因为范围较小，一般都忽略不计。在战斗部装药这方面，由于深管火炮需要承受较大的膛压，炮弹本身必须采用优质锻造钢生产，才能抵御加速度，不至于解体。内装的炸药也必须考虑敏感性，以防止炸膛的系统。所以火炮、坦克炮这类武器一般都采用威力较低的稳定炸药，比如 TNT， 而手榴弹、枪榴弹则不受限制，可以装填 B 炸药为代表的大威力炸药。这也是为什么战斗部的爆炸威力并不意味着炮弹的杀伤力。这就有另一个问题了，战斗部增加装药的后果是什么？火炮主要依靠破片杀伤，炮弹的材质会影响威力。目前深管火炮的炮弹都是优质的锻造钢，硬度和韧性适中，爆炸时会产生卷曲撕裂状的爆炸碎片。如果改换炸药配方或者增加装药，但不修改炮弹外壳材质和厚度，炮弹的杀伤力反而更小。爆炸威力更大的炸药会将炮弹外壳炸得更碎，碎片更为细小。由于小破片远距离存速低，导致远距离杀伤力下降。同时装药越多，炮管外壳的破裂时间越早，这并不意味着冲击波效应更强。所以想要增加战斗部装药，就必须考虑到弹壳材质、火炮发射药性能和引信起爆时间等因素。比如在引信方面，常用的炮弹就是瞬发引信，接触地面时瞬间爆炸。只是炮弹的末端速度较快，就算是引信立即起爆，也会有一部分炮弹嵌入地面。在硬地面起爆时，爆炸弹坑较小，但是破片飞溅距离很远。在软地面起爆则相反，威力会明显下降，装药再多也没用。就火力军而言，装药量并非越多越好，在一个固定范围内是最好的。就比如弹药的装填系数，弹药装填系数就是指装填物的重量与整装弹丸重量的比值。装填系数较大的弹药一般爆破效率更强，而装填系数较小的弹药可能会有更高的射击精度或者更远的射程。不同种类的弹药装填系数也有所不同，加农炮的装填系数一般在10%至15%，榴弹炮的装填系数约为20%，对于航空炸弹，装填系数可以达到30%至40%，空空导弹战斗部的装填系数一般为35%至45%。就比如大和号的460高爆弹，弹重1360公斤，但装药量也只有60公斤，只占全重的4.4%。反观航空炸弹，一个900公斤的航空炸弹，它的装药能达到400公斤，几乎占了全重的一半。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二者外壳不同。一枚好的炮弹只有2个标准：会响，不会响在炮膛里。炮弹需要承受高膛压，并且主要靠弹片杀伤。2点原因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炮弹外壳要比航空弹外壳更厚，装填系数也相差较大。此外，同一弹药中
不同口径或型号的弹药装填系数也会存在一定的差距，比如穿甲弹与高爆弹装填系数肯定不同。总的来说，装药只是弹药性能的一个方面，弹体结构、引信类型、发射平台等也会对弹药性能产生影响。当然，适当的增加装药的确可以增加威力。对于开头的问题，如果炮管长度、发射药外形相同的情况下，增加152毫米榴弹炮的装药，威力能否赶上155毫米榴弹炮？火力军的回答是没问题。152毫米和155毫米榴弹炮口径仅相差3毫米，炮弹重量仅有3-4公斤的差异，适当增加发射药或者战斗部装药完全可以弥补差距。但是如果想要105毫米口径的火炮追上155毫米榴弹炮，那就不太可能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认为增加炮弹装药还会造成什么后果？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